在这个中庭啊，竟然放了一个木质的棺材。你看底下还有枕木，让它悬空了起来。而且非常不可思议的是，这个棺材啊，竟然还盖上了棉被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森。那今天啊，我们要来探寻的是200多年以前黄清时期的一位镇远将军，他的府邸。你看，就在我的身旁了，看上去规模真是蛮大的。这是一个长方形的建筑，看上去有点像是一个小型的要塞。左右两边是白色的墙壁，上面还有圆形的石孔。这里就是它的大门了。你看，正中心的上面还刻上了“界南真和”。这木质的建筑哦，上面刻上了麒麟、凤凰，还有很多的花卉，到处都能彰显这个权贵啊。门是锁上的，不过从这个厚重的木门呢，不难发现，在过去是有门神的，现在已经看不太清楚了。现在贴上了很多禁止入内的标识。能看到有什么吗？这精美的雕刻啊，这个真不是一般人啊能拥有的。从这里应该没法进去。这门都锁得严严实实的，就只有这一扇门是开着的。嘿，哇，底下有好多的鞋。这里还掉了一个葫芦。这里有一张床。这边有另外一张床，看来这可是一个大户人家啊。坍塌得非常的严重啊！去那边看一下。嚯，来看这里，哇哦，这里面有一张好古老的床，你看，床啊，还挺精美的，上面有很多的雕刻，橙红色的，不过现在也是破烂不堪啊。脚都不好迈进去了。
这里的门被堵上了。哎，旁边这里还有一个很小的过道。哇，一个阶梯啊！哇哦，好古老的床，地上有很多的碗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卫生间吗？这个箱子。这个床挺古老的，看，木质的，上面还有很多的雕花。哇，这个阶梯啊，显然已经断掉了。去看一下。好多的衣服啊！哇，你看，上面同样也有一个木床。阶梯到这里就断掉了。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啊！你看这个2楼，我还是先下去吧。毯子，又是一个床。过去看一下。哇，这，哇，哦，都塌掉了。嘿，有人吗？哇，一片狼藉啊！看这边，哇，这就进来了。你看，这边的大门锁上了。这里还有一个儿童的遥控汽车。都坍塌了。这个里面的地形结构啊，还蛮复杂的，到处都有很多的分岔路口。走，前面去看一下。你看，这里还有一个水池。八仙桌，
床特别的多。这好像是一个伙房吧？果然没错，灶台。这里面是一个卧室，你看这床，特别的破烂。柜子，在这样的一个房间里面啊，这个床真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。好多的碗，这边有另外一张床。我还以为这是古碑，不过上面并没有文字。转过来了，再去那边看一下。这里就是中庭了。哇，来看这里。在这个中庭啊，竟然放了一个木质的棺材。你看底下还有枕木，让它悬空了起来。而且非常不可思议的是，这个棺材啊，竟然还盖上了棉被，不知道有何寓意。特别的大。你看木质的窗雕，挺精美的，是对称式的，这可不是普通的匠人能雕刻出来的。这边同样还有另外的2个棺材，同样也是悬空的，一个放在石头上面，另外放在木凳上面。上面非常粗大的木梁，都有特别精美的一些雕花。看，这是食槽，养鸡养鹅的地方。旁边的这个石头上面啊，还有挺精美的一些雕花。房间里面都已经坍塌了，好大的一个蜂巢！算了，别往那边走了。
里面好多的房间啊，进了一层又是一层。看，红色的柜子啊，就倒在空中，上面还放了很多的碗。哇，墙壁上面好多的字：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此事古难全。”一剪梅。话说啊，这个镇远大将军呢，他名叫李方树。早年的时候呢，由于他是河州人，当时啊这里呢战乱不断，他便流亡到了贵州呢去参军。在部队里面啊，他文武双全，一路过关斩将，最后啊帮助皇帝呢平定了内乱。在康熙45年的时候呢，还被这个皇帝钦点成为了镇远大将军。那一说到镇远大将军，大家可能会觉得，那这是什么级别的一个将军呢？曾经啊，在三国的时候呢，同样也有一个镇远大将军。一说到，大家应该马上就知道了，那便是魏延。哇哦，这个房间里面有好多古老的柜子啊，空的。这里还有一个很大的箱子，看一下，哇，特别的重，看一下，里面是空的。哇，怎么这么重？你看，在这个床的旁边啊，还有一个像暗道一样的地方，里面也是放满了碗。这里有一个木门，不知道是不是一个暗道。哇，锁上的，感觉像是一个暗道一样。这雕花非常的精美。以前的大户人家啊，你看那门槛啊，都特别的高。哇，要跨很大的一步才能走进来。房子里面大多都是空的，很多地方都已经破洞了。你看，非常的深啊。哇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这里面特别的黑，上面还有2楼吗？这外面没有路了。哇哦，上面看上去啊，真是蛮恐怖的啊，非常的狭小的一个空间。走，去看一下。非常的狭窄，
像是隔的一层楼一样。里面有一些柜子啊，还有一些衣橱。这有床，哇，我感觉有点摇摇欲坠了。空的。哇，我怎么感觉到这个在晃动哦？你看，那个地方都已经塌掉了。算了，我先站出来。走，再去看一下。同样是一个木床，好多的衣服。这里晾了一件红色的衣服。嘿，有人吗？哇哦，你看，特别的精美啊！不过这个地上这么多的衣服，全部都已经掉落在这个地上了，空间非常的狭窄。哇哦！我感觉我的脚怎么……走，先下去。你看，它这个是倾斜的。哇！下来了。这好高哦！看一下什么地方？能看到有什么吗？哦，这刚才的那个木床吧，你看，挺精美的。又是一个非常高的门槛，再过一次，出来了。你看，这个特别精美的雕窗啊，上面还能看到有“福寿”二字。看到这里呢，我突然想到了一句话，那便是“破壁雕窗人已去，旧时欢笑亦无凭”。想当年呢，大家在这里喝茶饮酒，谈笑风生。如今呢，就是这样的一番景象，而连棺材啊，都摆到了中庭当中，真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。好吧，那这个将军府呢，也就是这样了。那我是阿生，我的旅行啊，又将继续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